别当我不知道，全球变暖是兔子想出的阴谋，气候变迁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所以我要退出，坚决的退出。这是漂亮国某位总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的原话，再然后就是干净利落的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20年了，171个国家共同努力制定的气候保护协议就这么一叶沦丧。大家好，我是大木。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就有那么一部分人脑回路他就跟别人长得不一样，说话精不精大脑先放一边，关注的点也总是那么古古怪怪。重点是为了验证这些古怪的言论，还总是能从一些奇怪的方向去找出一条奇怪的逻辑线。就比如开头说的这个全球变暖，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里边曾有这样一个结论：以二氧化碳、甲烷等为代表的主要温室气体的产生，除去工厂、汽车等大家熟知的人类活动外，还有约30%来源于农业。尤其是水稻、浸水种植的特性，让水稻的甲烷排放遥遥领先于其他常见农作物。再加上此前还有实验论证，全球变暖跟人类活动有着极大的关联，单位质量甲烷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又是二氧化碳的25倍，所以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根据这些个资料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减缓全球变暖速度，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以后大家就不要种水稻了，咱们可以一起种土豆、种玉米嘛，产量又大还好吃，多好呀！是不是感觉还有那么点道理？有个屁的道理！要不是知道还有粮食战争这么回事，差点就信了他的邪。谁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一水稻生产大国，一个国家的产量就占了全球40%。可以想象这个结论会给中国环境外交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呀，基本每次跟京都议会书或者巴黎协定相关的会议上，都会出现不少责难中国的声音。说来说去无非也都是老一套嘛，上来先扣个影响全人类的大帽子，然后在谈判桌上联合施压，再加上一些媒体舆论的刻意引导，总之就是不想让你继续种水稻。得亏中国现在变强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否则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这些嘴炮的狂轰滥炸。联想到最近突然出现的大量粮食安全方面的内容就是那些在小麦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收割用作清除饲料的小食品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刷到过，而且刷到的几率还不小。反正我的账号是这样，我甚至一度怀疑我那个账号的大数据推送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漂亮的小姐姐咋突然就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三农账号。至于这后面有没有什么推手，咱也不好说，咱也不敢问，只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姑且先不说评论区为啥清一色都是在讨论小麦成熟后收割和制作成清楚的价格问题，咋就没有人说说这些内容为啥刚好选在小麦快成熟的节点出现还是说我们国家的养殖业已经发达到玉米秸秆、苜蓿之类的清除不够用了？如果当真不够用了，那按照正常的舆论推送手段，不是应该早就有商家提前预热宣传了吗？怎么会选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节点？还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宣传来得及吗？可如果够用，那么这些被提前收割的小麦清除最后又流到了什么地方？还是说就单纯的想制造下舆论话题？可这样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回归主题，我们接着说水稻。中国会因为西方的一些责难声音就减产水稻或者停止种植水稻吗？当然不会，也不能减产，这不是什么利益问题说的直白点，这些责难声音的背后就是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狼子野心。举个例子，二战结束后，一个马歇尔计划就让美国在打通西欧各国粮食贸易通道的同时，还稳定了其在全球的基本盘，更是借助粮食稳定了黄金与美元脱钩后的后遗症冷战期间，为了压制苏联，美国抓住了苏联缺粮的痛点，打着资本主义斗争的旗号，联系了众多盟友，搞出了一个什么联合禁运，企图以粮食为武器狙击苏联。1985年又颁布了一个农业法案，凭借美元霸权优势大肆压价，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国际稻米的价格从每公斤16美分压到了8美分，国际竞争力暴涨2001年到2004年，凭借转基因大豆的产量优势，同样的压价套路，中国大豆防线失守。之后从2006年开始，截止2008年7月，短短2年时间，美国大豆价格暴涨3倍还多，连带猪肉以及其他品类食用油价格暴涨。这就是粮食武器的威力，防线一旦被彻底攻破，剩下的就是一败涂地，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要不是08年3月国家的那波紧急操作，利用行政干预的方式限制食用油涨幅，同时安排中储粮以及中粮等国企入市，
利用巨量的储备来稳定市场价格，可以想象大豆失手会让我们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就算是这样，时至今日，大豆的命脉依旧卡在别人手上。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资金，而是因为种子。转基因作物的产量、抗虫害以及气候适应性等诸多优势，让他们获得了大量种植户的青睐。可同样的，种子公司能通过转基因让种子高产，自然也能通过转基因让种子只能产出一代，根本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自留种循环种植。这才是粮食武器的真正可怕之处。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建立庞大的大豆储备，以数量来稳定价格，以及投入大量资金，尽快攻破技术壁垒。与此同时，你们以为西方的爪子就只是伸向了大豆吗？那可就错了。从2005年开始，国际小麦、稻米等主粮价格也同期开始暴涨，自然而然，截至08年7月，国际主粮价格也跟大豆一样涨了3倍还多。不过，我国境内的主粮价格相对于当时的大豆明显要平静得多，最高的时候也只涨了0.7倍左右。因为国家出手了，国外资本不是有钱吗？不是想抬高粮价吗？可以，你收多少我抛多少。只要你收，我就能抛到你破产。因为我们有袁隆平，有元老的杂交水稻，所以我们才能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粮食战争中反败为胜，而且是大获全胜，胜得干脆，胜得漂亮。现在大家明白了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想利用水稻对气候的影响这一点，给中国扣高帽，企图借助国际舆论击碎中国的粮食安全防线。否则，为什么不去针对其他水稻产出大国？中国虽然水稻产量第一，可种植面积其实只有20%，更别提畜牧养殖业的甲烷排放不比水稻低吧？以美国的畜牧业体量，光是肉牛就有上亿头，怎么不让美国别养牛了呢？还中国别种水稻了，种土豆，想得真美。不说中国种水稻都种了几千年了，粮食安全就是大国之盾。以后但凡有哪个人说耕地红线没必要，主粮可以靠进口之类的，想都不用想，要么无知，要么就是个骗子。如果他还是个农业或者经济政治领域的专家，那更不用说了，其心可诛，妥妥的50万。当然，本着为全人类负责的精神，也是为高产水稻证明，众多科学家在不断的对比验证实验后发现，水稻甲烷排放的重点并不在于产量的多少，甚至于跟产量成反比。也就是说，水稻产量越大，甲烷生成量反而可能更小。我是大木，让我们下期再会。